大家好，我是李子，好久不见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1、2、3 ，Cooking 开始了。最近特殊时期，大家都还好吗？我家一直是这种状态，所以我就完全没法更新，实在抱歉。今天还是来做理料是日，不，是日式料理。哎，好吧，咱们来做日式叉烧。日文叫掐秀。一说到叉烧，脑海里就会浮现广式叉烧。日式叉烧它来源于广式叉烧，但它与广式叉烧有着截然不同的做法和味道。首先，它的食材有所改变，从猪颈肉变成了豚肩肉、五花肉，然后它的烹饪方式也有所改变。广式叉烧是将肉挂在叉子上烤，而日式叉烧是先煎后小火慢炖。那接下来咱们一起制作吧。先准备一块五花肉，均匀抹上盐。抹上一层盐后，用叉子像我这样错孔，错，一是可以使肉卷起来更容易，卷出来的形状更好看；二是在炖肉的时候更容易入味，好吃。其实我的这块肉有点肥，你们可以选块再瘦点的肉。然后将肉从一端这样卷起来，取一根棉绳，像这样用力拉紧，然后一端稍微留长点，以便最后用来打结固定。然后朝一个方向，像这样子，用绳子给它绑起来，然后把肉立起来，这边也用绳子固定。把绳子从这里穿进去，拉紧，拉，然后跟开始留的一端打个死结，固定起来。万一，所以我每次都会多拉几个结，大概就是给它绑成这个样子。接下来取一张保鲜膜，把肉包起来，放冰箱冷藏最少2个小时以上，可以挤出它多余的血渍，还可以保持它完美的身材，不会变形哦。2个小时后，我们用厨房纸给它擦得干干净净，放少许的油，能更轻松地逼出多余的油。然后开始煎肉，煎成金黄色后再煎反面，然后用滚动式法把侧面都煎成金黄色，看是不是颜色已经很漂亮了？接下来咱们来做汤汁，料理酒60cc， 味淋60cc， 酱油60cc。喜欢吃重口味的可以再加少许酱油，喜欢吃甜点的可以再加少许糖，然后加300cc 的水，然后放入适量的葱、姜、蒜，点火，把肉放进去，盖上锅盖，小火炖3个小时左右。赶快抓紧时间玩电脑，看看手机，耶！但是要记得每半个小时看下火，捞出表面的浮沫，也要记得给肉翻个面，这样做出来的肉颜色均匀，整体肉味。继续盖，小火慢炖。用小火慢炖的话，一是可以容易入味，第二个的话是可以保持它完美的身材，第三个的话是可以防止它肉的甜味和独特的香味的流失。一定要记得用小火哟。3个小时后，我们会发现汤汁减少1半以下。我们拿根竹签来看看肉是否熟透，看肉已经完全 OK 了。为了更好吃，
我们得忍住自己的口水，继续盖盖，等到自然冷却，终于出锅了，终于盛盘了，终于可以开动了。且慢，为了更好切，得包上保鲜膜，继续放冰箱冷藏2小时以上，也可以放1晚上哦。把剩下的汤汁滤出来，保存做菜时可以用。这个你们自己自由发挥啊。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松绑，因为是冷藏过，所以颜色看起来有点发白。吃的时候用平底锅煎下。想要更高情调的人，那就是铺上锡纸，用喷枪双面喷胶。金黄的肉被炖得特别的软，看似肥腻，入口却没有油腻的感觉。你要是喜欢的话，你也可以试试哟。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给我留言，也别忘了给我点赞哟。还有订阅，那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